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哦。今天啊，我们要来聊一个我想应该是所有棒球迷现在最关心也最热血沸腾的话题。没错，就是即将到来的2026年世界棒球经典赛。对，特别是日本队那个29人名单一摊开，哇，那个阵容真的是说宇宙级真的完全不夸张，每个位置都是一时之选。但这里面就有一个该说是甜蜜又头痛的烦恼吗？就是我们的棒球之神大谷翔平到底该怎么摆？首先要让你知道的是，大谷已经确定这次不会投球了。对，他会是全职的指定打击。没错，然后我觉得教练团是把他放在第一棒，目的很简单，就是打击数最大化。这个想法理论上没错，但我的脑中马上就浮现出一个不太妙的场景。你想到的应该是多伦多蓝鸟队的总教练 John Schneider 吧？就是他，2025年的世界大赛，他根本就是开了一场如何有效废掉大谷武功的全球直播教学。Steven 大大的肝需要您的守护。如果您想支持我们继续产出高品质的棒球分析，欢迎加入会员干爹行列，还有专属福利回馈给您哦。感谢支持。那场打了6个半小时，整整18局的比赛，大谷那场比赛破纪录上垒9次，听起来超神，对不对？对啊，但你如果仔细去看内容，里面有整整4次是故意四坏球。史奈德的逻辑非常冷血，但也很清晰。我为什么要给这个星球上最强的打者挥棒的机会？我直接请他上垒，宁愿去对付他后面的人。这在战术上是一个完全合理的风险控管。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跟你一起深入探讨的核心。面对这种近远吃到饱的战术，日本队到底该怎么办？这不是大谷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打线的结构问题。完全正确。所以要打造一个有效的大谷保护网，我们必须从2个可能大家一开始没想到的位置下手，就是第9棒和第2棒。没错。但在讨论日本队之前，我觉得要先理解一件事，为什么当时星光熠熠的道奇队保护不了大谷？对，这点非常关键。大家第一时间都会想，大谷后面站的可是 Mookie Betts， 也是 MVP 等级的打者啊。对啊，蓝鸟队怎么敢这么嚣张？关键就在于当下的状况。Betts 那时候正处于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低潮，所以对方的教练心里那把算盘打得很精。我用一个保送去交换跟一个境况冰冷的打者对决，这笔交易划算啊。所以重点不只是看球员的名字够不够大，而是他当下的威胁性有多高。这在数据分析上有一个很核心的概念，叫做得分期望值。你可以想象一下哦，当垒上没有人的时候，故意保送大谷，局面只是从无人出局、无人在垒，变成无人出局、一垒有人。得分的几率虽然提高了，但投手心里会觉得，还好，还在我可以处理的范围内。但如果情况稍微变一下，那个压力就会完全不同了。完全不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第9棒是关键中的关键。你想想看，如果大谷上场前，第9棒已经先上垒了，那局面就变成一垒有人，轮到大谷打击。对，这时候投手如果再选择保送大谷，那就会直接变成1、2垒有人，无人出局的超级大麻烦。哇，那个得分期望值会瞬间飙高，会飙到让投手和教练不得不重新思考，我与其制造一个更难收拾的局面，是不是该硬着头皮跟大谷拼了？那以现在这份名单来看，你觉得谁最适合这个角色？如果我们的目标是要制造最大化的战术压力，那答案可能只有一个啊！我知道你要说谁了，软银的周东佑京，绝对是他。你看他2025年赛季的数据，那个进化真的太惊人了。他不只是以35次盗垒拿下盗垒王，更重要的是他的上垒率。这代表他不再只是一个功能单一的代跑，他是一个能稳定站上一垒的威胁。我也认为周东是最佳人选。但一定会有人质疑说，他的打击稳定性跟名单上其他人比，好像不是最强的。像是守备为主的原田壮亮，或是打击更稳定的木原大成，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把他们放第9棒更保险一点。这是传统思维跟现代战术思维的一个碰撞点。如果我们只看打击率，木原或许更稳，
但我们要的不是稳定，我们要的是威慑力。喜欢这支影片吗？请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哦！还有，别忘了开启小铃铛，才不会漏接任何精彩的分析哦。当周东右京站上一垒，对方整个内野、投手、捕手，所有人的注意力都会被他一个人吸走。对，会一直想着他要不要盗垒。投手为了提防他，投球动作会被迫简化，节奏会变快，能选的球路也会变小。通常只能投更多的速球来抢好球数。大谷在垒有人的情况下，他的 OPS 高达 1.067， 这远远高于他垒上无人时的888。所以周东上垒不只是增加一个跑者，他是用他的速度强制把投手锁定在只能投速球的模式，同时也启动了大谷的怪物模式。哇，这种战术上的联动效应是原田或牧原比较难提供的。如果对手就是铁了心，对，就是铁了心，宁愿变成一垒有人，还是要保送大谷呢？这时候，保护网的第2层就出现了。这就是惩罚机制的开始。第2棒的任务非常单纯，你敢保送我们老大，我就让你付出最惨痛的代价。这个位置需要的不是什么战术，就是纯粹的直觉的火力。没错。那说到火力，名单上有3个顶级的候选人。小熊队的铃木诚也， MPB 的双冠王佐藤辉明，还有重炮村上宗隆。如果让你选，你会把谁放在这个保镖的位置？这3个人选刚好代表了3种不同的思路，非常有趣。如果从最稳健、最符合现代棒球逻辑的角度来看，我的首选是铃木诚也。你看他在2025年大联盟的成绩：32轰、103分打点 ，OPS 804。这已经是顶级打者的证明了。这数据很漂亮，但更关键的一个数据是，他对付95英里以上的高速球，他的 WRC Plus 高达123。也就是说，他面对火球的工具效率比联盟平均水准高了整整23%哎！这太关键了。你想想对方的战术，他们保送左打的大谷，通常是想让后面的右投手来对付下一棒的右打者。对，结果他们一抬头，发现下一棒是个专门修理火球的右打者，这会让他们的如意算盘完全落空。但佐藤辉明去年在日职的破坏力也很难让人忽视吧？没错，40支全垒打，102分打点，中央联盟的双冠王。佐藤代表的是另一种威慑，纯粹的恐惧感。虽然他是左打，可能会让对方觉得，我有左投可以压制他。但他的力量是另一回事。当投手看到1、2垒有人，然后要面对一个上一季敲出40轰的打者，他心里会不会想，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他把保送大谷的潜在后果从可能失分拉高到可能直接被一颗3分炮打垮。OK， 那最后一位村上宗隆呢？他加盟白袜后，虽然还在适应大联盟，3振率偏高，但是他在短短56场比赛就敲出22轰，长打率是恐怖的663，这个力量太夸张了。村上宗隆是这3个人里面拥有最纯粹、最不讲道理力量的人。他是那种一变状况不好，只要被他逮到一颗石头球，球就可能会消失在外野看台最深处的打者，就是一棒定江山的能力。选择他就是赌他那一下的爆发力。在短期赛中，这种核武器有时候会比稳定的打者更让对手害怕。不过他的不确定性也最高，这就要看教练团的心脏够不够大颗了。那如果综合考量，我们要来打造一个最理想的大谷保护网打线，我们一起来排排看。第1棒指定打击大谷翔平，这点没有悬念，任务就是上场开始摧毁对方的信心。没错。那第2棒，根据我们刚刚的讨论，铃木诚也是最全面的选择。他就是最坚实的第1道防火墙，能最大程度的惩罚对手的近援战术。好，那第3棒呢？这时候我们需要延续火力了。这里我会放上佐藤辉明，让他打第3棒，守1垒或3垒。这前3棒的压迫感太强了。那第4棒，毫无疑问就是清理垒包的最佳人选——村上宗隆。没错，把村上放在第4棒，他的任务就很明确，1棒结束这个半局。前面3个人无论用什么方式上垒，只要轮到村上，比赛就可能瞬间变调。这就是日本最强大的力量展现。还没完哦，第5棒也很关键，我会放上在蓝鸟队打出身价的冈本和真。哇，冈本啊，
他2025年受伤前那个打击三围是惊人的322、411、581。对，它能提供中段棒次需要的稳定性和另一门重炮。冈本的存在确保了这个打线的深度。最后，我们再绕回来，把最重要的那块拼图放上。第9棒我会交给周东佑京守游击或中外野。就像我们前面分析的，他的任务就是为这台超跑打线预热点火。对，这个打线安排非常完整。你把这些人的数据摊开来看，会发现一件很恐怖的事情。这前5棒加上周东，他们的平均长打率远远超过0.50。对方总教练在下达保送大谷这个指令前，他会意识到自己不是在避险，他是在亲手把一个小火苗变成一场他绝对无法控制的森林大火。完全是这个概念。那你心中理想的大谷保护网又是什么样子呢？今天的深入分析就到这里。如果你也喜欢这种从数据和战术切入的讨论，别忘了持续关注我们。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野球特报，我们下次再会。